里面有那个淡淡的柠檬香气，觉得好棒哦。觉得好像补充了很多维他命 C 的感觉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好喝，我觉得它超过那个美酒加啤酒，在我心中，我觉得好适合女生，尤其是热的。我最喜欢加气泡水，因为气泡水它那个冒泡的感觉，然后它那个威士忌跟美酒综合感，它会把那个香气有点喷出来的感觉，一点点喷出来，但又有点闷的感觉。就是所谓的矜持，我想要，哎呀又不要，就把双手拿起来，然后我就，看来市长兵来挡不了水来土也不够了。哇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一直挣扎。哎，那你帮我弄弄看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要不要到我头上啊？这样。网友请帮我在下面留言，15度加5度是15度以上还是15度以下？如果真的是我们赢的话，奖金1人1000块。笑死人！我李耀社长1万块了，1000块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。漂亮，欢迎收看李耀社长来品酒，我是李耀。行啦，是凯蒂吗？随着疫情的开放，国门开放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始0+0了？去其他国家不用隔离，回到台湾来也不用隔离，恭喜，对不对？太好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去选哪个国家比较近一点嘛？可以刚才去那边玩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哪一个国家？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首选一定会是日本。为什么去日本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最近汇率比较低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都穿果这样子。然是会计。不是，我们都穿这样子，不去日本，不然去哪里啊？不然你以为去泰国啊？这样子去日本啊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特别介绍去日本这个国家，到了居酒屋，到了任何饮酒场合，对，我们一定要注重礼仪，对不对？对，首先，这个礼仪非常重要，最重要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一定要带钱。对，社长你一定要带够啊，因为旁边2位才是收看率。没带钱不要出门好吗？进不去吧？对，一定要买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特别介绍到日本喝酒的礼仪。但是我们要先感谢我们本集的干爹，感谢我们的本集干爹赞助我们今天的播出。花语威士忌美酒，各位，这一支酒呢，它来自于哪里？日本山梨县ですね。漂亮，山梨县就是我们之前我们之前有拍一部片叫《甲斐之虎》，哦，那对不对？好厉害哦！同一个县市，而且是同一个酒厂哦，同一个妈妈，同一个妈妈，同一个爸爸，都是来自于 Sanford 酒厂。这个地方的水源就不用多说了，就是来自于南阿尔卑斯山。漂亮。而且这一款酒呢，我们讲梅酒，对不对？梅酒它的梅是哪里的梅？济州南高梅ですね。对的，我们早期有一首歌怎么讲呢？嫂子卖梅子，实在好吃不是这样唱的吧？皮薄肉多，滋味好，实在好吃哎。济州南高梅，它就是皮薄肉多，是酿美酒当中里面最高等级的梅子哦。对，而且各位为什么要加威士忌？因为美酒我们纯喝美酒是不是都很甜腻？对，其实我不太对不对甜。对，所以它太甜了，你加了威士忌去调和，就会做出一个完美的比例。所以威士忌美酒这一款酒，我非常推荐各位。我在讲另外一个东西，我特别跟大家讲，而且特别在这个频道分享的。每次我去把妹的时候，我都一定带威士忌美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带威士忌，他不喝；你带啤酒，灌不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综合一下。对，所以说你带威士忌美酒，对于女生来讲，她不会反抗，她会觉得哦，这个美酒一定很好喝，对不对？她就慢慢喝，慢慢喝，慢慢醉，慢慢睡去。睡去要干嘛？没有睡着要干嘛？睡着就得道升天了，没有？所以通常把妹的时候，我一定带威士忌美酒，他们就会卸开心防，然后就慢慢的跟你喝，然后我喝我的威士忌，你喝你的威士忌美酒，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，我们的心灵就会一起交流。真的啦，相信我，以后去把妹约会的时候，你就带威士忌美酒，而且呢，它现在目前500ml在哪里卖？在全联哦，超方便的，卖530块，而且它的700ml在大润发、家乐福还有酒庄都有卖740块，相当的平价，相当的划算，不用去日本，你直接在台湾就可以喝到济州南高梅的威士忌美酒，花语威士忌美酒，漂不漂亮？值不值得？哦，是不是？我讲的好不好？好。
果然是专业的，自带2位樱花妹应援团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节目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日本威士忌喝酒礼仪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来上杯子。怎么样？怎么？这是喝酒礼仪吗？这不是喝酒礼仪吧？你搞了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因为纯喝美酒有时候也会有点无聊嘛，那我们这次也会带来6种不同的喝法给大家认识一下。OK， 好，那第一种礼仪是什么呢？好，日本饮酒第一个礼仪是，我觉得这个台湾人绝对会出包，就是跟同事啊、长辈啊，然后我们就入座的时候上的第一杯酒，你绝对不可以先头喝，你绝对要等到全部的人的酒款都上好之后，再有就是长辈，然后开始就是演讲一下啊，说大家要加油努力啊，然后最后才说好干杯，大家才可以一起干杯喝第一口酒。所以第一口酒绝对不可以偷偷先喝，这个是犯大忌。OK 啊，倒酒。所以要等长辈先来，是不是？对，长辈示范一下。那个长辈是真的长辈，还是那个长辈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长辈。哦，这样子好。我要说什么？一些勉励的话。是的，感谢各位参与我的聚会，然后今天也只有酒可以喝了，也没有菜可以吃，然后大家单就自己买一买了。干杯！干杯！我再补充一点哦，日本人的干杯不用真的干杯，日本人他们是不会强迫别人干杯的，所以不用真的干杯哦。我是长辈，我先干杯，你们不干杯吗？这个是台人的文化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日本礼仪。你们不是台湾人吗？要有礼仪，长辈。是，好。那我干了怎么办？帮长辈拍拍手，社长好酒量，社长好酒量。台湾人就是这样子。内容过于真实，请回归主题，日本的喝酒礼仪。各位，那我就分享其他的国家的文化，好不好？我印象中我去这个中国，就是江西这个地方，酒都上了，我们开始喝酒，然后呢，菜是不是也都上来了？对。可是通常菜上来了以后，我们台湾人的习惯是什么？一定要先饭先上啊，然后隔壁就说，不能先饭先来，因为饭先来就代表对主人的不尊敬，因为叫饭上，饭不能先上，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你真的肚子饿怎么办？去外面吃。好，来第二个礼仪是什么？第二个礼仪呢，就是日本人他们上的第一杯酒通常都是啤酒或是 highball。对，没错。我在跟这个日本人谈生意的时候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一开始一定都会上一个500cc 的这个啤酒。为什么呢？很合理，很正常。店员来点餐的时候，他不会先问你要吃什么，他会要问你说，请问你们要喝什么？通常点啤酒跟 highball 是最快速可以上桌的。所以日本人就很习惯，就是先点啤酒。好，所以我们第二个喝法就是美酒加啤酒。美酒加啤酒，这是我们第二个，就是今天的 highball 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觉得你今天是想要灌醉我们，是吧？好不容易来到日本，当然要尽情一下。是我不用，我这还有，好不好？上一集去金门喝太多会怕哦。然后再来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是加啤酒就随性加啦。我觉得我的大概是1比3。1比3，这是谁发明的？美酒加啤酒是真的有这回事吗？真的，日本非常流行。真的有。对，而且这个话我们就要干杯喽，真的干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喝下一款酒。难怪他刚刚讲说他倒的比较少一点，就是因为他这一碗预谋要干杯。难怪。尤拉居然穿着和服上演宫廷剧的戏码，庄萧维。前面的观众记好，我已经第2杯了。等一下喝看看这个口感是不是真的好喝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喝。好了，干杯！好好喝哦。不冲突我一直以为啤酒跟美酒会冲突，不冲突而且它带出那种清爽的甜感。而且它那个梅子啊、威士忌还有麦芽的这个味道，完全不冲突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美酒里面有威士忌，它根本就有麦芽香，所以跟啤酒的麦芽香真的是超match的，100%而且配合，喝起来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，很顺口。对啊，好喜欢哦。对，可是我喝完以后，第一口、第二杯我准备再喝，我想要加冰块，我反而觉得，如果再给它加一点冰的话，一定更爽快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加冰块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嘛。第二个礼仪就是，反正一开始在日本的礼仪当中，就是要么就先喝 highball， 要么就先喝啤酒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千万不能一上桌先来一瓶麦卡伦
然后叫长辈买单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习惯。管他什么酒，先给他点再说，反正今天不是我的局，是他的局，我们点什么就喝什么。对，千万不可以这样子。然后日本人就比较稍微客套一点，这样好，懂了。再来，第3个礼仪是什么？第3个呢，就是我们要主动帮长辈斟酒，然后呢，千万不可以让长辈自己斟酒哦。而且当看到长辈的杯子空的时候，要赶快主动帮他倒酒。这就是日本人的第3个礼仪。这个是整长辈吧？我也是长辈，是不是？对，帮长辈倒酒，而且不可以让长辈的杯子空杯。我这样子哦，要立刻倒满的意识。啊，来倒，这太可怕了吧？这个以前社长都会带我们几个小社好员，了，这样以前社长都会带我们几个小社员，然后就是跟一些大长辈我吃饭。然后有一个同事，他就坐在社长旁边，社长杯子一空的时候，同事就立刻帮他倒酒，结果反而被骂。所以台湾跟日本的文化真的是差太多了。我先充当晚辈了，这讲的太多了。哎，这文化不行吧？下属帮长辈倒酒，那你要把长辈弄死，把上司弄死，你就把他倒到满就好了。这就是一个下属会把长辈下属的礼仪。来，干杯！对嘛，嘉宾比较顺口，嘉宾比较好喝，他那种清凉的那种快感马上冲上来，它这样喝起来就是梅子的那种气息更清对爽，，更奔放，对。它味道会比较放出来。我还蛮喜欢嘉宾的，它的那个梅子的香就很浓郁。真的很刷出哎，他会一口接一口，一口接一口一直喝哎，嘉宾好像层次感又更丰富。真的，各位，刚刚在讲这个礼仪对不对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现在是长辈要回招，来，你现在帮我倒酒，我是长辈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这样做。你现在帮我倒酒，我是把双手拿起来，然后我就看来市长兵来挡不了，水来土也不够了。哇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一直挣扎。哎，那你帮我倒看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样。你要不要倒我头上了？这样，这就是你刚刚讲第3个礼仪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礼仪来啊？好，那第4个礼仪的话，就是不能帮自己倒酒。你自己不能帮自己倒酒。对，那这个我也是绝对会大出包的，因为我就是喝完我就会管他的，我要继续喝，我就要喝到爽。可是，在日本不行，你绝对不可以帮自己倒酒，因为就是日本有一个说法，自己帮自己倒酒的话，会就是不能出事，不能出人头地的意思。老师，我有个疑问，那我们在这个桌上，我是长辈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中阶主管啊，你是最基层的，是就是打杂的那一个啦，对不对？那你谁帮你倒酒？你自己又不能帮自己倒酒，那怎么办？谁帮你倒？啊，上司主管都可以帮底层的人倒酒。早说嘛，老师就是我可以帮你倒，对不对？你讲清楚嘛。还有很多啊。如果自己不能倒酒，然后我又喝完的话，大家又在忙，没空帮我倒酒的话，我可能会慢慢的拿起我的空酒杯，好像要喝，让大家注意到我。我又不能不出事嘛，所以我就慢慢的拿酒要倒。别人看到的时候，就会赶快抢过去。哦，哎，好了，收手了。2位已经下属上司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4个喝法，也就是我们的干爹非常极力推荐的是什么呢？美酒加热水，然后再加柠檬片。他说这样子不止很好喝，而且还可以补充维他命 C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来喝喝看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喝热水上，加热水的。来，好，加热水。因为我常常看你在公司里面喝这个热红酒，所以这个热的美酒其实也是一种喝法啊。没错。这样，咸蛋超人。这是咸蛋超人喝醉的片段吧？你在干嘛啦？好色啊！你喝喝看，我真没喝过。我也是真没喝过。用闻的就可以闻到就是柠檬的香气。对，柠檬香就有了。好特别的味道。它真的跟热红酒的感觉很像，只是说它是有淡淡的美酒甜味这样。它比较温润，对，它比较温润的那种感觉。里面有那个淡淡的柠檬香气，觉得好棒哦。觉得好像补充了很多维他命 C 的感觉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好喝，我觉得它超过那个美酒加啤酒，在我心中。我觉得好适合女生，尤其是热的，其实对女生蛮好的。对啊，冬天的时候，我们那么多瓶，真的，冬天又快到了，那是不是应该
一个人发放1瓶给女性的员工同仁们。什么发1瓶？你在讲什么嘛？要发就发1箱嘛，然后发1瓶莫名其妙，录影存证，是不是？干掉了，不要客气啦，知道？花语威士忌美酒，这个其实它就很顺，很温润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香气又喷发出来，你们都喝完是不是？对。算是那个为了这一箱卖命演出。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，也谢谢干哥，谢谢干哥。我就说吧，干哥注定要买单。再来，第5种是什么？第5种，若是喝酒的时候，你的前辈或上司，你的酒杯在干杯的时候，杯缘不可以比他高，要比长辈低，这是一种礼貌的象征。这个其实你们2个在拍千元什么威士忌的时候就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台湾人也是这样子的，台湾人一模一样。来，那个我们干杯，来，这时候我就要拿最高。美酒啊，美酒是不是？美酒就是美酒美酒，你这梗很厉害呢。哇，我真的是天才！哦，原来喝醉的人会变得很有自信。怎么没人帮我倒？果然是那个啊，你是最基层的，就是打杂的那一个啦。好了，干杯！这时候我就要拿最高，对不对？那我叫最低。好了，第6种。最近最流行的喝法加气泡水。气泡水其实在日本喝威，你看还有柠檬，要换杯子吧？啊，可是我觉得加柠檬一定超好喝。好，加。各位，他在加酒倒酒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其实加气泡水在日本的饮酒文化本来就很盛行，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在讲课，叫咪之蛙里，无法出事了呢，差点不能出人头地了。没有观众的社长就像没有枪的牛仔，叫咪之蛙里啊，咪之蛙里，对，水哥，好不好？来加气泡水，看它是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。哦，我喜欢加气泡水。我觉得它加了气泡水之后，威士忌的味道有更凸显出来。对，有更凸显出来。难怪你喜欢威士忌挂。我喜欢加气泡水。这个女生喜欢有点甜酒的人，可能都会很喜欢。很喜欢啊。对，冰冰凉凉的，然后那个气泡在嘴巴、那个口中的味道有散开来。对，而且基本上这个威士忌美酒跟一般的美酒不一样。它就是比一般的美酒更不甜腻，对，更清爽，然后风味就是更棒。我觉得这5种喝法，你最喜欢哪一种喝法？你个人。我最喜欢就是我们干爹介绍的加热水加柠檬，我觉得这超好喝OK， 好，那你最喜欢哪一种喝法？我喜欢加热水加柠檬。我不喜欢喝热饮的人，但我刚喝到这个加热水加柠檬，我觉得有让我真的觉得惊为天人。真的你知道加热水在哪里吗？加热水在屏东，屏东有个加热水，不好笑。好了，我呢，各位，我最喜欢加气泡水，因为气泡水它那个冒泡的感觉，然后它那个威士忌跟美酒综合感，它会把那个香气有点喷出来的感觉，一点点喷出来，但又有点闷的感觉，就是所谓的矜持。我想要，哎呀，又不要。我最喜欢这种气泡。可是那个啤酒也有气泡啊。啤酒很好喝。对，啤酒其实我刚刚一开始经验是加啤酒，但是我那时候心里想，哇，这个已经15度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个啤酒5度下去，哇，那不是20度了？没有，它就会淡化掉啊，就变成16、17度嘛。没有，就15度以下。15减5等于10。你找那个数学家来啦。3个喝醉的人再算数学。网友，请帮我在下面留言，15度加5度是15度以上还是15度以下？如果真的是我们赢的话，奖金1人1000块。笑死了，我里奥社长1万块了，1000块，真的好像真的醉。我赢的话你只要跟我说声对不起就好了啦。应该先请3位跟我道个歉。我们今天到底是在讲日本礼仪呢，还是讲台湾人的饮酒文化呢？台湾人喝美酒的日本文化。我们今天讲的是台湾人在日本当地喝酒就是这个样子啦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我们在干杯前还是要讲一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咱们里奥社长下礼拜见，拜拜。